大家好，欢迎来到公子沈频道，收看这期的公子视频。我就想回应一下上期节目的内容，其中讲到我的一段影片，过去拍的关于华为的影片被人传到了 B 站上边，就是中国大陆的哔哩哔哩，结果点击量将近15万，有500多弹幕和上千条评论。然后我就说了，虽然他把我的脸部给马赛克了，然后把我的声音也变声了，但是我觉得我的节目上去还是会被下架的。果然我话音刚落，这个影片在点击量将近15万的时候就被平台删除了。就是他们也发现了啊，我是一个反贼，我是黑名单上的人物，我的观点是不能在中国大陆出现的。他们即使是被别人传上去当做一个靶子啊，去批判、去嘲笑、去辱骂，是一个负面教材也不行。在他们眼里，这个负面教材也有可能产生影响力，有可能会说服一些观众。虽然很多人在骂我，但实际上他们的主子把我这个节目删除的行为其实就已经说明了一切。不管他们怎么去为这个政府涂脂抹粉，这个政府的行为大家都看在眼里，对吧？这是最有说服力的，就是不敢让我们的声音在中国的墙内出现。到底谁说的更有道理？到底谁更害怕？谁更恐惧？谁更心虚？这一目了然了。那因为我很长时间没有上 B 站了嘛，那这一次呢，就因为这个事情，我的节目出现在 B 站，所以我就看了一眼。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啊！就只要是关于这方面内容的时政相关的，就一定是在煽动仇日反美的情绪，然后不停地夸厉害了我的国。甚至我在浏览的时候，首页就跳出了一个影片，是一对台湾人到了中国大陆，说中国现在发展太棒了，让他们大开眼界。我还忍不住打开看一看，到底怎么就让他们很震撼了。结果发现他们演的痕迹实在太明显了，他们不是真正的演员啊，就是普通人，但是因为他们在拍自媒体要给中国大陆的观众看，所以他们要装作我特别爱这个地方，这个地方让我非常惊讶啊！你们发展太棒了，我太羡慕了。这个标题就叫做台湾爸妈赞叹大陆壮族自治区是时髦大都市。其实这个标题就吸引我了啊，我相信也吸引很多人，因为它是非常不符合逻辑和常识的。就广西壮族自治区在中国的这些大城市的排名当中，哪怕是广西最大的城市，跟其他的1线、2线城市相比，也算是比较落后的了。怎么就变成时髦大都市了呢？他是对时髦有误解呢，还是对大都市有误解？然后我一看就明白了，故意展示出我很惊讶，但是演技又太差，所以一眼就看穿他们是在装了。这两个台湾爸妈，先不说他们是从台湾来的，我不知道去没去过台北，他去过台北就应该知道什么是大都市啊！而且他们还恰恰就生活在上海，然后你到广西这个地方，却说自己是刘姥姥进大观园，就是长见识了。但是他们所到之处就是一个大商场而已，你们又不是整天生活在深山老林当中，从来没有逛过商场，逛一次商场怎么就能把自己震惊了呢？全部都是在演，看到一个什么他们都很惊讶，就好像非常没有见识。这似乎变成了一种拍自媒体的模式，就是说你只要看到什么都特别惊讶、特别赞叹、特别崇拜就够了。他们给我的感觉就是像弗拉夫的温和版。弗拉夫是一种特别激动、特别夸张的表演，他们是比较柔和的。然后在网上搜索类似的影片，比方说在搜索栏里写上台湾大陆震惊这3个词儿，就出来成百上千个影片，全部都是一个套路。我们看个标题就知道了，盘点台湾同胞初到大陆各种震惊夸张的样子，自嘲是乡巴佬进城。这同样的标题就出现很多次在不同的频道当中。还有盘点台湾人来大陆震惊瞬间，本以为大陆是在吹牛，结果被惊掉大牙。还有盘点台湾阿公初来大陆的震惊，每天震惊于大陆的发展速度超快。台湾人到大陆震惊名场面，以为台湾很繁华，原来自己才是土包子。当然这里边也出现了我们熟悉的面孔，就是台湾表妹，她是这方面影片的先驱了，最早做这类的影片，看似好像是在给台湾人介绍中国大陆，实际上她的观众群并不是台湾人，而是中国大陆的这些观众。因为看她的影片可以找到一种心理平衡，在困苦和焦虑中寻求那么一点心理上的安慰。就拿这个广西来说，你拍哪儿不好？拍广西，而且是广西的一个普通的商场里边。我们就拿广西的最大城市，它的省会南宁来说，南宁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每年只有3万多人民币，
如果换算成新台币的话，每个月大概1万出头，每个月1万多新台币的可支配收入。请问在台湾的任何一个大城市，别说大城市了，在整个台湾岛你都很难找到收入这么低的城市。这还是拥有700多万人口的广西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要我们看一个城市或者一个地区的发展水平，你可以去商场里没有关系，但是你进到商场之后应该看的是什么？看的是到底这些店铺是不是被租满了，他们卖的东西是什么样档次的东西，人流有多少，这样的商场在这个城市有多少个，这些其实能够基本上判断出这个城市的消费水平。但是他们就是完全局限于自己眼前看到的东西，然后无限夸大吹嘘。当然这是在中国做自媒体的流量密码或者说财富密码，但是这也可以看得出，在今天中国那些说真话的人都逐渐消失之后，那剩下的当然都是厉害了我的国，中国崛起，民族复兴式的洗脑和宣传。当然你也不能完全怪这些人拍摄这样的影片，因为这些说真话的人是被封号的，是被审查的。就像我的影片上架之后没多久就被删除了，大家也没有其他的选择，更何况看这样的影片能够得到心理安慰，是一种心理按摩。对错是非已经不重要了，对他们来讲，对他们来说最重要的就是要打鸡血，能够让他们坚持的活下去。在这样的生活压力越来越大的情况下，只要看到外国哪儿不好了，心里就平衡了，这一天的劳累就是值得的。就像是前2年那本关于朝鲜的著作，标题就是我们最幸福，今天中国何尝不是如此。在最后我挑选了几段这类的影片，做了一个集合，给大家增添一点笑料。台湾人被洗脑有多严重？我以前受媒体影响这么深，就是它跟我意识中的完全是不一样的。就是没想到厦门它其实很繁华，就相比于台北来说，而且跟我想的完全不一样。就是我以为下飞机来这边以后就是遍地红色，然后可能就是稍微落后一点啊，经济也没有很发达，结果我发现我错了，真的不一样。我就稍微扶着旁边给大家看一下吧，真的好大好壮观啊，这个商场太可怕了。顺便给大家说一下吧，据说它这个面积的话，就是它可以容纳大概7个台北的大安森林公园这么大。我相信台湾朋友到这里应该是非常清楚了，到底这个商场到底是有多大了。我真的感觉来这么一趟就是长见识了，也是长眼界了，太可怕了这个商场。我靠，大陆桥都这么长啊？对呀，这得好几千米吧？这是跨海大桥。知道，台湾也有，澎湖跨海大桥2000多米，2000多米呢？怎么样？在我们这顶多算跨个沟吧。我们现在要去上厕所，上厕所为什么要拍呢？上厕所为什么要拍呢？好，我们来看一下他们厕所多特别哦。上厕所，厕所还有电视，而且你现在看这门是透明的，但是你里面关起来锁起来，它就变成是雾的，外面就看不到。哇，你们干嘛？变魔术！他现在变魔术，这么像好。知道大陆现在科技发展很好，但现在连公共厕所都这么高科技了吗？杭州这个5G 厕所真的太先进了啦！你怎么这里也有微信支付啊？太夸张了吧！夸张！你没看大马路要饭的还有微信呢。我不相信，哪里要饭的要微信？这怎么按？微信扫码。Oh my god！ 你还可以扫我呢，就是我是一个商品的概念吗？我好像一个土包子哦。朋友昨天晚上到达了大陆，他说一下飞机就感觉不对了，感觉自己像穿越了，跟自己想象中的完全不一样。大陆机场怎么会那么大，看不到尽头，有种走不完的感觉，就连拿个行李都还要坐电车。他说比起台湾简直就是村姑进城。就是大陆的高铁站啊？对呀，感觉比机场还大。还行吧，也就是个亚洲最大，是吧？这个比我们的10个还要大。可不跟你们比啊，你们那个多小多精致是吧？大的工程要盖多久啊？这些20年，那跟我们台北大巨蛋差不多，我们也搞了20年了。我说的是2年，你给我们20年，能把你这个岛翻新一遍。当然我们看这些视频跟很多其他中国人看这个视频的心态不太一样，我们是把他们当作小丑，当作笑料来观看的。好，感谢收看这期的公子视频。如果大家喜欢这个节目的话，欢迎点击订阅这个频道，还有加入会员收看会员专属的影片。我们下期节目再见。